每次上传 4K 视频到 Google Drive 都需要用时20分钟，而且还不能马上在线观看啊！今天我用5个理由告诉你如何用 NAS 1秒告别 Google Drive。作为一位科技媒体，同时一位职业摄影师，NAS 存在重要性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一次就借着这一款全回 Synology 最新的 DS925 Plus NAS 搭配4块 HAT 3300T 硬盘，来构建一台能够取代 Google Drive 的 NAS， 并且和各位分享5个用 NAS 取代 Google Drive 的理由。之前我就用这 DS920 Plus， 但 1GBs 的网口和双核心处理器是最大的限制。而这一次拿到的 DS925 Plus 可以说是提高了我的体验上限。DS925 Plus 可以说是在整个25 Plus 系列里头升级幅度比较明显的款式了。最大的升级点就是升级到了双 2.5G 网口，总算是告别了忘年的千兆网口。同时 CPU 也从双核的 R1600 升级到了4核的 V1500B， 以及扩展式接口也从 eSATA 换成了 USB-C， 单是原生双 2.5G 网口搭配上链路聚合功能，搭配 RAID 5就已经能够实现500MB 每秒以上的读写速度了。加上 CPU 升级到了4核心8线程规格，只要愿意添加足够的内存与 M.2 SSD 做缓存，我甚至已经能够通过 NAS 来实现 4K 分辨率的在线视频剪辑，这已经让 DS925 Plus 的实用性增加了不少。同时由于是采用了全辉自家的 HAT 3300T 专用硬盘，符合目前全辉推出的硬盘认证标准，在提供5400 RPM 的同时，也实现了200MB 每秒持续传输的性能，加上是为 NAS 专用做了特别的优化，待机功耗仅不到4瓦，最大年负载也高达180TB， 耐用性与可靠性自然是不用担心的。大体和各位介绍全辉 Synology 的新品后，接着就来和各位好好分析我是如何将它用于取代 Google Drive 并实现更多更好用的使用体验，好让大家能够好好参考并分析，如今到底值不值得投资一台 NAS。理由1：秒传4K 视频，省时又省心。首先，最重要的自然就是传输速度体验的影响了。想象一下，每次想要将视频文档发给其他人，首先就必须先上载视频到 Google Drive 里头，一般就花费我15到30分钟的时间进行上传。要是和我一样是发给甲方审核，那就无可避免存在需要修改的必要。而在修改之后，又要再次上传至 Google Drive 发给对方审核，又要再花费15到30分钟的上传时间，一来一回就浪费不少时间了。而我一旦在工作室本地部署了 NAS， 那么搭配上 DS925 Plus 带有 2.5G 的网口速度，5G 的文件我只需20秒左右即可完成本地传输，然后通过 DSM 系统生成网盘连接后，就能够直接发给客户或甲方了。甚至我要是愿意使用链路聚合，搭配上 RAID 5实现500MB 每秒以上的读写速度，我就能将视频素材放在 NAS 里头直接进行在线剪辑，并将最终的视频也直接导出在 NAS 里头。导出完毕后，即可马上生成网盘连接，即便是需要反复修改，都能够直接省去额外的文件传输动作。比如我在外读出差时，就能够通过 Quick Connect 登录工作室的 NAS 来直接查看剪辑师的视频剪辑进度，并做出审核与修改提醒。我甚至还能够将完成的视频发给甲方，甚至直接下载后直接进行视频发布。而这一个体验优势是 Google Drive 绝对给不到你的。理由2：数据主权、隐私权掌控。这也是我购置 NAS 的原因之一。由于 NAS 是将数据完全存储在本地环境中，可以不用担心第三方扫描，又或者是有广告定向的情况。另外，像是巡回的 DSM 系统具有非常好的快照功能，支持全盘 AES-256 加密，以及使用 RAID 5也能够规避硬盘损坏带来的数据丢失风险。相比之下 ，Google Drive 看似好像是挺安全的，但实际上过去就有不少关于 Google Drive 发生故障导致用户丢失数据的案例。所以我怎么可能将珍贵的文件存放在我不能够自己掌权的 Google Drive 呢？理由3：混合同步，更聪明的云策略。我知道或许会有人说 Google Drive 的某一些功能的确非常好用，你是很难完全舍弃 Google Drive 不去使用它的。这一点我的确是承认的。像是自带的 DOS 和 Share， 确实非常好用。我目前也找不到我能够完全替代它们的其他选择，但我能够进行混合使用群晖的 DSM 系统就提供了支持 Cloud Sync 的功能，能把 NAS 和 Google Drive 内的文件进行同步。
不仅仅只是 Google Drive， 其他类似的云端软件，比如是 Dropbox 或是 OneDrive 都一样能够完全进行同步。除了完整同步之外，你也能够设定只同步特定的文件夹，又或者是双向同步定期归档都可以。这里就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可以把其他人通过 Google Drive 发给我的文件自动同步到 NAS 里头做备份，也可以设定在文件夹内保留30天后的文件才自动同步到本地归档避免任何文件都毫无保留的备份简单来说，我可以完全彻底掌控 Google Drive 内的文件，并且不需要做过多的管理以及操作实现文件备份的功能。理由是无限扩展多功能一起搞定。对 Google Drive 来说想要进行容量扩充，又或是增加一些额外的小功能，只能够通过加钱来完成，而最多只能够增加到30 TB， 而这时每个月就需要644块9毛9马币的费用。这部分部署本地 NAS 不仅能够轻松突破30 TB 容量的限制，而且是容量越大成本就越划算。同时还能将 NAS 变成多功能设备，比如在 DH95 Plus 安装 Flash 就能够打造出类似 Netflix 的家庭影院功能，也能够用 Docker 实现各种比如 Cloudflare 或是 Tornado 的功能甚至还能够开启虚拟机运行各种测试环境。而我最常使用的自然是将大量需要通过下载的文件直接挂在 NAS 里头，让它自动下载，从而不需要将工作室的电脑开着运行，又或是避开了工作室电脑正在忙碌时的状态。除此之外，硬件层面也提供了更高的自由度比如 DH95 Plus 就能够添加 M.2 SSD 来增加硬盘读写的缓存速度，也能够额外添加 DS525 扩展池来实现一共9个硬盘的扩展支持。这比起 Google Drive 的局限性就显得更有自由度了。还有，如果你自认动手能力强悍，你甚至能够自己部署本地 DeepSeek AI 模型完全属于你个人自己的 AI 助手与工具当然这部分就需要更强大的硬件规格来完成了。理由5，一次购置省钱更划算。在2020年11月开始，我其实就已经订阅了 Google One 2TB 计划实话说，当容量解放到2TB 后的确非常好用再也不用时时刻刻担心容量不够的问题只不过必须要价每个月42块9毛9马币的费用这个收费5年了还是一样其实真的不是很贵。但我仔细算了一算截至2025年4月，我在 Google One 就一共花费了2321块4毛6马币，而且只要我还需要使用 Google One，那么这个费用就会不断的持续增加。相比之下，一台群晖 DH95 Plus 外加4个 HAT3300 4T 的硬盘大约要价在5500几左右在使用5年并进行折旧后的费用基本已经持平。但别忘了，4个4TB 的硬盘里最少都有8TB 的实际容量上限可用使用 RAID 5的话更是有12TB 的实际容量可用。因此长期使用来说，那绝对会比起付费订阅 Google Drive 还划算。和各位分享完上面5个理由后，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你们最喜欢 NAS 的什么功能与用途。其实呢，我并不是要各位完全舍弃 Google Drive 毕竟周围朋友肯定会有不少人都用着它完全舍弃一点也不现实。但我们可以选择不要过度依赖它找到一个可以更安心、传输更高速且更自由的文件管理方案。而这次有了 DH95 Plus 后，我想是时候可以停止订阅这个我已经连续订阅快5年的 Google One 2TB 计划了，只保留使用免费版的 Google Drive， 并搭配 DH95 Plus 进行混合同步就好了。而这一点我是绝对认真的，也会在我完成所有最终的设定操作后直接取消订阅。当然，我是一个相对比较依赖群晖家的 DSM 系统，也是懒得自己去折腾 DIY NAS， 因此在这里也并不是要大家非得只能选择群晖 Synology 家的产品如果你有一定的动手能力，那么你自己 DIY 一台 NAS 自然有更高的自由度和可玩性价格还便宜更多只不过如果你和我一样，真的不想花太多时间去动手折腾，甚至完全不享受折腾 NAS 所带来的乐趣，那么群晖 Synology 确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可靠且省心的选择方案。至少我从2021年开始使用 DH920 Plus 到现在群晖的 DSM 系统就从来没让我失望过。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与支持，而且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也不妨点个赞，觉得内容有用的新观众也不妨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么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影片再见。